我来是见岳家主，你要是想踩着我来耍威风，劝你慎重。我心情可不好，下手没个轻重的，打伤了你别哭就好。姑娘，好大的口气！就算是福州布政使见了我，哼，也得客客气气的。你还敢打伤我，真是好笑！你以为我岳家这么好欺负吗？你敢打我，看你能不能竖着出去。温竹清大袖一挥，岳二爷直接就横着飞出去了。你可以继续叫嚣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二弟不得放肆，退下！温大师，真的是你吗？岳家主终于过来了。岳家主，久仰久仰，看来你真的是老了，不行了，家都管不好，岳家3代富贵也该败落了。温竹清看向整个宅子，一股若隐若现的黑气环绕。岳家现在看着是鲜花着锦，这样的富贵却撑不了几年了。大哥，这女的什么来头？哪有这么咒人的？你闭嘴！我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还是我做主，谁让你们怠慢我的客人呢？温大师，实在是抱歉，我会管好底下人，给大师赔罪，请随我来客厅说话。温竹清点点头，背着手跟在他的身边，边走边道：岳家主这气色可不好，不过面相上来看不是短命的。你今年高寿？40有5了。那还不该死呢，只是面相呈现死气，是被人算计了。大师，还请救我。这个不是我这次来的目的，你不该求我，得跟你大儿子讲，我是受他所托。岳家主到底是经过大风浪的，温竹清推辞了，并没有继续纠缠，请他去客厅坐一下，奉了茶水，问起岳千帆：我儿没有跟大师一起回来吗？回来了，他不方便露面，我先过来看看岳家的水到底有多深。没有让我失望，问题不小呢。岳家主眼神闪烁，心里有一些怀疑，这么年轻的女孩子真的是高人吗？昨天才接到老管家的信，知道这么个人，可是第2天他就来了，算算时间，那是寻常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。见不到岳千帆，有些事儿岳家主也不好做决定。岳家主沉默之际，一个30出头的妇人走了进来。听说家里来了贵客，还是位姑娘家，妾身赶忙来招呼，没有怠慢了姑娘吧？妾身是老爷的姨娘，姓夏，姑娘怎么称呼啊？我姓温，夏姨娘好。温姑娘啊，今年多大呀？家里都有什么人？怎么让你一个人出门呢？姑娘家家的，多危险呐！看着是关心他，其实是打听他的来历。夏姨娘八面玲珑，能够被岳老爷器重，帮忙管家也是有本事的。我出门，危险的还不一定是谁呢，有那不开眼的来找麻烦也挺好，顺手收拾了，替天行道也是功德。夏姨娘，你要是知道哪里有十恶不赦的匪徒，我可以去收割一波，为民除害了。不过夏姨娘的关心还是很感激的，我也不傻，不会让自己冒险的。是我见识少了，姑娘，这是什么手段呢？雕虫小技，我会看相断吉凶，治病救人，还会寻龙点穴，帮人看风水。道家传人不过是散修，没有山门道观，名声不显。我被修行者看重的是缘分，比如今日能遇到夏姨娘就是有缘，夏姨娘很快就会来找我帮忙的。我主持白事很厉害呢，保证能让死者入土为安，任何厉鬼邪祟都能收拾，不敢作祟。夏姨娘脸色难看起来。温姑娘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家会死人呢。温竹清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很快就会见分晓。夏姨娘还是换了这一身大红色的衣裙吧。虽然岳家是商户，规矩没那么多，妾室穿正红总是不合规矩的。夏姨娘有一些生气了，她为了穿这身正红色的衣裳辛苦大半生了，终于有点盼头，恨不得焊死在身上呢。老爷都没说什么，她一个客人倒管得挺宽的。你生育2儿1女，子嗣缘分不错，只可惜子女能力有限，
安安分分的还好些，别让你儿子追求不属于他的东西，否则啊，下场凄惨。夏姨娘一愣，她儿子就是五少爷，温竹清见过的，刚得了老爷的喜欢，派去处理家族大事，被他这么说，夏姨娘觉得他是诅咒自己呢。这天可没法聊了。温姑娘，我知道你是大公子的朋友，可是你也不能干涉我家家务事吧？手伸的也太长了吧？切，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我都没收你钱呢，你不听也没关系，但是求着我的时候，10万两银子起步，我只给钱面子，有钱都好说。你就是我的主顾，我会让主顾开心满意。岳家既然这么有钱，不坑白不坑。温竹清对穷人一般都收几文钱，可是对富豪刀子狠着呢，最少是1半的身家，否则都不给看。也不是仇富，而是富人赚钱多少得做些丧良心的事情，不舍了钱财，事儿就解决不了，这便是破财免灾了。夏姨娘是彻底的笑不出来了，偏偏温竹清还一脸的真诚，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，心里是说不出的忐忑不安。温姑娘不是一般人，不用你来招呼，你退下吧。夏姨娘只好是俯身行了一礼，满心不甘的下去了。温姑娘，不如就在我家里住下，客房很多，我也尽点地主之谊，好好款待温姑娘。也行，你们父子见面也方便些。那我先过去。岳老爷，你也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见面就是有缘，这张安神符您收下，睡个好觉。多谢。管家带他去客房安顿。温姑娘，这是雅阁院，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住的。老夫已经让人准备了女孩子喜欢的衣衫首饰、一应用品，如果需要什么，尽管吩咐丫鬟们。8个丫鬟，4个大丫鬟，4个2等丫鬟都来伺候他，低眉顺眼，很是规矩。有劳了，我看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肚子偶尔疼一会儿，但是过后就消失了，查不出什么病症来？是啊，老毛病了。温姑娘知道我这是什么病吗？哼，也不是大病，肚子里虫子多了。你是不是爱吃一些生鱼片？以后尽量煮熟了再吃吧，治疗也容易，一整头大蒜捣碎了喝下去。这是个偏方，能打简单的虫子。如果想要彻底根治，回头啊，我帮你开个方子，吃2天就好。那我先吃偏方，等姑娘有空帮我开个方子。先谢过温姑娘了。好说。温竹清挥了挥手，管家识趣的下去了。温竹清打量着院子，挺满意的，洗漱一番，休息一会儿，给岳千帆传信，说了岳家的一些问题，找机会跟岳老爷见一面，当面聊聊。午饭是厨房送来的，怕他吃不惯南方的饮食，做的是北方口味。可见岳家的厨子很多，南北各地的菜色都会做。温竹清也不挑食，美美的吃了一顿。晚上点名要吃鲍鱼粥、螃蟹、龙虾什么的，尽管找大的来。他喜欢吃海鲜呢，到了海边不吃个够，那多亏啊。丫鬟笑着道：“姑娘真爽快，奴婢这就去吩咐厨房。”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，没那么多规矩的。你是岳家的家生子吗？是，奴婢3代都在岳家伺候，老爷人很好，能够在岳家伺候，多少人还求之不得呢。挺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红俏，夫人赐名。可惜夫人走得早，大少爷也失踪了，奴婢很是惦记大少爷呢。温竹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这丫鬟眼神清澈，像是无意识说的。不过他可不会傻乎乎的跟他说岳千帆的事儿。你是个重情义的，挺好，善有善报，继续惦记着吧。哎，我累了，午休一会儿，别让人来打扰。红俏愕然，他的反应跟自个儿想的不一样啊，低着头收拾干净，恭恭敬敬的就退下了。温竹清真的是要午休，只是这午休被人给打断了，起床气让他脸色很是难看，盘膝坐在床上，眼看着红俏带着人把帷幕给掀开了，对上温竹清冷漠的眼神，吓得惊呼一声：“温姑娘，您醒了怎么不吭一声啊？吓死奴婢了！”我是不是吩咐过，没有我的容许，不许来打扰？
我午休呢。洪俏眼底闪过了一分不以为然，一个客人还真把自个儿当主子了。是夏姨娘，她找姑娘有重要的事情，奴婢不敢耽误啊。让你来伺候我的，不是伺候她夏姨娘。你这么听她的话，去她那儿伺候吧。我身边不需要这么主意大的丫鬟。温姑娘醒了，实在是抱歉，我娘家舅舅突然走了，之前身体很好，也没什么病，我这心里怪不踏实的，想请姑娘帮忙看看。没心情，不看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夏姨娘愕然，有一些不满，她真是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啊，也不给人留面子，有点本事很了不起吗？温卓清起身往外走，这家没法待了，一家子没规矩的，我又不求着你家做什么，还受着你们的气了吗？门都没走，直接翻墙就消失不见了。先逛街，好好的玩玩。岳家一家子心高气傲的，多年土皇帝生涯，让他们眼高于顶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尊重人。既然他们不懂事儿，温竹清就让他们吃够了苦头，先学学怎么做人吧。福州不愧是商业繁华的大城，街上是摩肩接踵，热闹非凡，还有红头发的异族人士。一座2层茶楼上，萧青言正在与人说话，突然看到街上温竹清的影子，下意识的就关上了窗户，竟然是吓出了一头的冷汗。阿青怎么在逛街呀？夏老大，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咱们接着说呀。汉子是他以前的同僚，受伤退役，在西北王的安排下出任地方官，一步步的爬到了福州都督的位置，是武将之首，姓陈，叫做陈广孝。不管是对西北王的感激，还是跟萧青言的同僚之情，他都是可以信任的。温竹清若有所觉，转身回头看了一眼，可惜萧青言已经关上了窗户，真的是好险，没有发现。温竹清也就不在意，继续逛。福州不愧是海港都城，很多的舶来货，甚至还有银镜子，照的人清清楚楚，比铜镜可清晰多了。还有各种的套娃，很好玩，很精致，落地的大钟表、八音盒等等等等精巧的玩意儿。不过这价格可都不便宜，只要是沾了舶来品的东西，价格都让人啧舌。温竹清不想当冤大头，挨个看看摸一摸，就是不买。哎，姑娘，你不买别动手啊！看你很长时间了，你是故意来捣乱的吧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不买还不先看了吗？破坏了赔你就是了。姑奶奶有钱，就是不乐意在你家买。你要好好说，我还能赏你点银子。你这个态度，今儿姑奶奶我还不走了，我非看。温竹清摸出了一枚金叶子，不管到哪儿，金子都是硬通货。伙计一张脸就跟便秘似的，你穿的普普通通的来这儿逗我们玩呢？掌柜的眼睛一亮，把伙计给训斥一番。怎么跟客人说话呢？快赔礼道歉，滚后院搬货去，罚你1个月不准来铺子里卖货，好好的反省反省。伙计赶紧赔礼。温竹清冷哼一声，不屑与他计较。底下人不懂事儿，怠慢了姑娘。今儿你买东西，老夫给你打8折，聊表心意。那就看你有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吧。姑娘想要什么？哪一类的？是稀罕摆件还是玩具、首饰、珠宝啊？我们这儿东西种类多，自家有船出海，保证能有姑娘看得上的。哦，有船呢，真是大户人家。我去，狗大户，真是让人嫉妒啊！有没有珍珠？各种颜色的都要，越大越好。有的，您稍等。掌柜的让人捧着一排盒子，打开给他看，眼前闪烁着5颜6色的光芒，眼睛都花。怎么卖？紫色的最贵了，100两一颗；粉色的次之80两；黑色的70两；白色的普通的。但是咱这可是东珠啊，要50两一颗。这个价钱要是运到京师，最少翻1倍呢。这倒是实话，温竹清都想买呢。珍珠可以蕴藏灵气，也可以做首饰，这么漂亮呢，可遇而不可求呢。还没决定买多少呢，一道跋扈的声音响起来：“这些个珍珠是新到的吗？我都买了，包起来吧。”温竹清眼睛一瞪：“抢我东西呢？我这儿看上的，你抢什么呀？不好意思，我买了，你重新看别的吧。”你付钱了吗？就算是你付了钱也没有关系啊，我给你1000两银子，你让给我就是了。
温灼清一噎，你要是这么讲理的话，那就好说了。最喜欢狗大户拿钱砸他了，越多越好。我是在乎那1000两的人吗？5000两，别墨迹了。我家珍珠也不少，今儿个是想买，你就非得跟我争吗？不争了，你给我5000两银子，脑子有坑的才不要呢。不过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傻呀？有钱你帮穷人去啊，设粥棚或者给寺庙道观捐香火钱也行，这么乱花，跟钱有仇一样。那姑娘13、14岁，刁蛮是刁蛮，不过眼神清正，没有恶毒之色。温灼清看着不讨厌，那姑娘忍不住多看他几眼。这是第一个劝他不要乱花钱的人，他的亲戚们就只会捧着他，夸他大方，其实在心里面都骂他傻呢。你是谁啊？我没有见过你，不是城里人吗？不是，我来这办事儿的，家在很远的地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温，比你年纪大，你喊我一声姐姐也可以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敢让我喊你姐姐的，你还是第一个呢。温灼清还让皇子喊他娘呢，当然敢了。相逢何必曾相识，你我遇到了，聊几句，开心就好。为何要在意家世、身份这些东西啊？掺杂了这些，还能愉快聊天吗？当然，你要是觉得我冒犯了，我这就走。啊，别走啊！温姐姐，我姓玉。玉妹子好啊！我看你眉心玉结，是有什么心事吗？玉姑娘挥了挥手，掌柜的退下了，还清了场，方便他们说话。我喜欢一个男子，可是我们家世不配，我父母肯定不会答应的。可是我又放不下，真的是很喜欢他，我日日夜夜都在思念他，想的饭都吃不下了，觉都睡不好。温灼清不能理解，想一个男的想的肝肠寸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很尊重他，并没有嘲笑。唉，这很正常，情窦初开，第一个让你惊艳的男子总会伴随你一生，最是难忘了。温姐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第一次见到男子抚琴也可以这么优雅，这么好听，它就好像会发光一样，让我看一眼就忘不掉了。会发光的那是蜡烛，要不是萤火虫，美好却很孱弱，让人怜惜。那位公子是不是也是这样，让你心疼，总想照顾他呀？是啊，温姐姐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温灼清呵呵一笑，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啊，母爱爆发了呗。记忆里产生美，你要是真的爱他，能承受失去父母亲人，失去优渥的生活，世人的尊敬，甘心和他在一起，喝水都是甜的，那就抛弃一切，去试一试。我就是舍不得父母，他们从小最疼我了，别人家都是男孩子重要，我家却是格外的疼我，我怎么能够忍心让他们伤心呢？行，还算有救。那就打破他身上的那层光。你有他身上的物件吗？有啊，有他曾经做事用过的笔墨，还有墨宝，我偷偷留下来了。笔墨不好带着，带着的是一张诗词。温灼清抚摸了一下纸张，提取一丝气息，追踪符拍上去，说道：咱们走。啊？去哪儿啊？看你心上人啊。可是这里怎么办？我奶娘跟丫鬟都在外面等着呢。没事儿，看我的。温灼清取出了2张纸，掏下他一根头发，念动咒语，2个一模一样的人就坐在椅子上。玉姑娘惊得单眼皮都瞪得溜圆，这么神奇啊！速战速决。温灼清带他翻出了窗户，越走越偏僻。温灼清停在一间院子的门口，用了一绒符纸，玉小姐变了模样，只是她自己不知道。敲了门，一个穿着月白色长衫的年轻人开了门。两位姑娘找谁啊？路过，讨碗水喝，先生不介意吧？哦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我给你们烧水。家里简陋，没有茶叶，抱歉啊。倒是知书达理，尊重女子，第一印象还不错。玉小姐羞涩的不敢看他。温灼清取出了一面镜子，玉小姐这才看清楚，自己竟然是变了模样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漂亮的不像话，比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还要美上3分。书生端着水过来，也看清楚了玉小姐的相貌，惊为天人，水都洒了，有一些失态。先生，水洒了。
不好意思，在下唐突姑娘了。没事，我妹妹长得漂亮，很多人都看傻了。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哎，你们来这边做什么呀？那个，别误会，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帮忙。确实有点事儿。我妹妹漂亮，可惜找不到好的婆家，在家乡定了亲，未婚夫面不好，骑马摔死了，落了个克夫的名声。我想着来这投亲，帮妹妹找个好夫家。先生，有合适的人家吗？书生激动坏了，玉姑娘却傻了眼。她什么时候要嫁人了？这事儿是很扯，但是人要是有贪心，加上玉小姐这么漂亮，总是很容易上钩的。温竹清又加了一把火，露出了金叶子来。唉，我们家也是少有家产的，嫁妆少不了的，只求夫家人品好，知书达理的，最好性子温顺善良，这日子才能过得好啊。只可惜人生地不熟呢，亲戚也搬家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姐姐看在下怎么样？我家虽然贫穷，可我是读书人，最讲诚信道义了，一定会忠于婚姻，不会始乱终弃，辜负了小姐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找官媒来调查。在下对小姐也是一见倾心，只要小姐不嫌弃在下家贫，身无长物，在下愿意和小姐相伴一生。玉姑娘愣住了，她就这么的迫不及待吗？心底的好感少了一层。哎呀，可真是缘分呐！我看公子第一面也觉得公子是个好人呢，不过公子这等才华就没有倾心之人吗？总会有人给公子说亲的吧？公子实话实说，咱们就是婚事不成也能做朋友，我可以资助公子读书，也是结一个善缘啦。书生犹豫了一下，想起玉家，他的同僚给牵线搭桥表演几次，只是玉小姐还没有表示，不知道她有没有看上自己。若是做了玉家的女婿，可比捡一个漂亮有钱的孤女强了100倍。不过书生很快就想着，既然是个孤女，到时候做个妾也是可以的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妻妾成群，那才是人生赢家嘛。温竹清笑眯眯地看着书生的面相不断变换，贪念浮现，原本平和的眉眼都多了一丝戾气。哎，男人呢，总是想要其人之福，贪心不足。玉小姐也觉得书生没有以前那么吸引她了，还是那个人，却觉得很陌生，有点害怕。姐姐多虑了，我这种情况啊，就算是有倾慕之人，也不敢表白，不忍连累人家。那有一天，你要是高中进士了，一朝闻名天下知，大户人家的小姐想下嫁于你，你会怎么安排我家妹妹？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在下只愿意和小姐长相厮守，不辜负小姐微末之时的陪伴。温竹清笑容更盛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。公子这般重情重义之人可不多见了。妹子，你觉得呢？玉小姐纠结了一会儿，也没了主意。目前看，书生说的也没什么毛病，全凭姐姐做主了。刚才都只是他的一面之词，现在咱们重新问一遍。一张真言符神不知鬼不觉地拍在了他身上，还是同样的问题。书生的话那可就是天差地别，让玉小姐做个妾，能够收留她在家，他就应该感恩戴德。书生惊恐万分，想捂住自己的嘴，却还是说完心里话，把他给吓得够呛。玉小姐心痛至极，她竟然心口不一，好精明的算盘。走吧，要是生气揍他一顿，也算是了了执念。打死他！玉小姐打得书生是嗷嗷直叫，本身也没多大的力气，是温竹清暗自下手，让书生的疼痛增加，最后呢撞在柱子上，直接就晕过去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好办，交给我。温竹清用了失忆符纸，消除这1个时辰的记忆，书生会彻底遗忘他们2个人曾经来过。走吧，他不会记着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不用担心。玉小姐晕乎乎的跟着他离开。温姐姐，你这是用的什么手段啊？你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小仙女吗？小嘴真甜啊！就算是吧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你家下人该怀疑了。这是护身符，保你平安。这是一张传讯符，你要是遇到难处，可以撕下符纸跟我说话，我会来找你的。温姐姐，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我还凶你了，对不起啊。我乐意让你凶我，毕竟你给的这么多，我没觉得受委屈啊，就当是5000两银子，请我帮你解决心病了。
好好回家陪陪父母。既然父母是真心疼爱你的，他们肯定帮你找个好夫婿，听父母的也没错。当然，要是实在有优秀的好儿郎，你也可以和父母商议，他们会帮你把关，不让你被人骗。我记住了。玉清寒点头如捣蒜，他这5000两花的太值了。回到铺子里，术法消除，两人一起离开。玉清寒跟他告别：温姐姐去我家做客吧，我与姐姐投缘，我想好好的招待招待姐姐。有缘自会相逢，不必在乎这些虚礼。回去吧。温卓清潇洒转身，眨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了。玉清寒已经是见怪不怪，见识到了他更多神奇的手段，这点都只是小意思了。哎呀，小姐，这位姑娘什么来历呀？你就跟人家聊一会儿，就把人家当朋友了，万一是骗子呢？呀，小姐真单纯，可别上当了哦。不会啊，奶娘你放心吧，他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呢，肯定是不会骗我的。奶娘是一言难尽，那5000两银子难道不是钱吗？只有玉清寒自个儿知道这5000两花的有多值。温卓清回到原来的客栈，手里翻出一张粉色的符纸来，这竟然是一张桃花符。玉清寒是被人给算计的，贴上了桃花符就会对那个人产生无法遏制的好感，非君不嫁，就跟魔怔了一样。只是不知道到底是谁算计的他，对小姑娘用这么肮脏的手段骗小姑娘的感情，那就该死。温卓清刚做好，岳千帆就过来找他。温姑娘，天色已晚，咱们什么时候去见我父亲？见你父亲好说，可是你家里那些个人真让我不敢恭维。主子没个主子的模样，下人也都是嚣张跋扈的。那我刚要见父亲，恰好处理家里的事情。行吧，我管你家风水啊，运道被人蒙蔽了，诸事不顺，身体会出问题，假以时日会有更严重的后果，妻离子散，抄家灭族，岳家会彻底消失。谁这么狠啊？对我家运道下手，是不是跟姑娘一样也是道门中人？这个不知道，我也没义务帮你家处理此事啊，你也没有委托我啊。现在你家那些个糟心玩意儿，我倒是不想管了呢。我会处理他们的。岳家别的没有，好东西还是有的。姑娘只管去库房看看，相中什么取走就是，算是给姑娘赔礼道歉了。哎，真的呀？这可是你说的啊。那咱这就去吧。岳家的库房最不值钱的就是银子，不知道多少宝贝呢。温卓清肯定得好好的选一选。两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岳老爷的书房里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儿啊，真的是你吗？你这脸咋这么白呢？偷你媳妇儿的脂粉用了？岳千帆直接无语，这个老爹多日不见还学会皮了。他像是会偷媳妇儿脂粉的人吗？可没那么变态好不好？管家瞳孔收缩，看到温卓清就跟见鬼了一样，手都哆嗦。温大师，快请坐，多谢你带我儿回来。上茶呀，老秦，你愣着做什么？温卓清自己坐下，似笑非笑地盯着秦管家。你这么怕我呀？是不是做了什么心虚的事情？没有，我这不是被温大师的神仙手段给吓着了吗？是吗？既然知道我的神仙手段，就应该知道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住我的。你家夏姨娘没有跟你讲我为什么会不告而别的吗？是他得罪大师了吗？不是说大师自己走的吗？我像是不懂礼数之人吗？你家夏姨娘好大的威风，可没把我一个小女子放在眼里呢。我睡觉都闯进来，这样没安全的地方，我可不敢住了。哼，父亲你宠的什么玩意儿？你自己怕是不知道的。夏姨娘背着你往家里倒腾多少钱了啊？我跟你说，你怀疑我针对她，我看呀，她已经把自己当这儿的女主人了。别这么跟你父亲说话，子不言父之过吗？你父亲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枕头风一吹，哪还有什么原则？不是说宁可跟着讨饭娘，不跟着宰相爹，有后娘就有后爹，跟你爹睡一个被窝的是人家夏姨娘，又不是你，你能指望你爹多宠你啊？岳老爷无语凝噎，这姑娘是会骂人的，她这张老脸呢都丢尽了。岳千帆神清气爽，又学到了。温姑娘说的对，是我肤浅了。你不是肤浅，你是不懂人性。哎呀，现在知道也不晚啊。老秦，
你先下去吧。好，老奴有罪，不知道夏姨娘私自做主，怠慢了温大师。你派来的丫鬟也很有主意，不知道岳家对客人是不是都这么敷衍？说是伺候我的，我瞧着跟监视我、控制我一样，好大的威风呢！尽管是眼底闪过了一抹杀意，低着头继续道歉。岳老爷让他退下，这些个琐事随后慢慢处理。他们在屋子里聊了一夜，温竹清累了，就打坐恢复灵气。他们父子俩说那些家族的事儿他也不懂，还不如修炼呢。岳老爷得知大儿子竟然是个僵尸，已经死了，非人非鬼，不在五行之内，不入轮回，说不出是什么感受。这算是运气好啊，还是倒霉啊？老大，那你现在除了不能吃饭只喝血，跟人没区别吗？没有修为的人看不透，但是修行者能看出来我是僵尸。哎呀，我也不是那种低等没有意识的僵尸，我是飞僵，可以修行的。等我修行到了不化骨，就能不死不灭，跟常人无异，飞升啊，化成人形都是可以的。但是太难了，千百年难有一个。我也不能常年住在家里，普通人跟我生活在一起会生病的，甚至可能会影响寿命。所以我露面的时间也不会太多，尽量不在人前出现。能活得久就好了，人都是怕死的。你爹我现在都怕死，不敢想死了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您怕是那些庶子女们没好日子过，怕岳家败落了吧？哼，真的死了也挺好，投个好胎又是一辈子，总比看着儿孙们变老都离开自己，那样子你就高兴了？这肯定不会，我还是希望儿孙也能长寿的。那咱们一家子都做僵尸得了呗。岳老爷气得一梗，这孩子是觉得自己是僵尸了啊！说话越来越气人，不服老子的管教，气死他了，却还是得陪着个笑脸，也不敢生气。儿啊，只要你回来，家里的生意还是你来打理，这家里的蛀虫你也都收拾了，爹也能安心的养养身体了。行了，不用您说，我肯定会接手家族生意的。将来啊，都是我儿子的，难不成留给我的便宜弟弟们？您也放心吧，我会求求温姑娘帮您调理一下身体，长命百岁不是问题。该您找10个8个小妾伺候您，保您快活似神仙。岳老爷脸色一红，你这臭小子故意气我呢？当然了，您不是派了我那个庶弟来取代我吗？我气气您，出口气，怎么了？应该，你可真是爹的好大儿啊。与此同时，夏姨娘的房间里也在嘀嘀咕咕的商议对策，足足聊了一夜。一夜过去，岳老爷竟然不觉得疲倦，反而是神清气爽，就非常的稀奇。我儿回来了，我的身体也变好了吗？想什么呢？这个是温姑娘打坐，吸引的灵气多，一散出来一点儿，就够您受用无穷了。您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温姑娘住在咱们家是多大的福气，您是不知道。温姑娘家的羊都能成精，她可是真正的高人，真神就在眼前，都能给得罪了。岳家气数可真是要尽了。岳老爷都恨死夏姨娘了。那个贱人，老子不会轻饶了他。哎，别，他贪没咱们家那么多钱，不能这么算了，先留着吧。他伺候您不是挺满意的吗？继续伺候您吧。你爹我是缺了女人不能活了吗？你别句句对我啊，你来处理，老子不管了。开祠堂，请族老们都过来，我管事儿也得名正言顺。岳家族人众多，岳老爷身体不好，分成几派，内斗得厉害。岳千帆亲自押送财宝去京师，也是想获得李亲王的支持，夺得家主之位。可惜这次出门，把自己给弄成了活死人。岳老爷让人去传令，召集族人开祠堂，就说大少爷回来了，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岳家。你也过去吧，还在这儿干嘛呢？岳老爷蹭到温竹清的身边，贼兮兮地说道：我多蹭点福气啊！哎呀，这空气都是清新的，你爹我很久没有这么精神了。温竹清睁开了眼，他不想听他们聊天，可是不代表听不见呢。您这么销魂的表情，他还怎么打坐得下去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放个屁啊！岳千帆乐得直拍大腿，温姑娘是会打击人的。仙子的屁也带着仙气儿，也是宝贝啊，不能浪费。温竹清伸出了大拇指，扶了岳老爷的厚脸皮。早饭很是丰盛，温竹清点名要的大龙虾、
鲍鱼、海鲜粥、清蒸黄花鱼，各种的海鲜，吃的是满嘴留香。昨天怠慢他的丫鬟们都被赶到了庄子里。开祠堂议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定下来的。温竹清继续出门逛，他发现这儿的粮食是真便宜啊！不仅温竹清发现了这件事情，萧青言也发现了。现在北边因为阴雨连绵，粮食价格飞涨，若是可以大批量的带回去粮食，对他的帮助那可是巨大的。只是运输是个难题。萧青言目光无意识地落到了腰间的荷包上，眼睛一亮，要是有阿青的空间荷包，这个问题不就是迎刃而解了吗？说到底啊，还是得去求阿青帮忙。萧青言不敢想温竹清生气的样子，心里都直打突，该怎么哄哄他呢？身边跟着一个随从，是西北王以前安插的家奴，世代都忠于萧家，在城里的身份是一个绸缎商人。他是家奴的儿子，今年20出头，已经娶亲了，姓朱，叫做朱子旭。小朱啊，你和你娘子吵架吗？少爷这话问的，夫妻间哪有不拌嘴的呀？当然吵架了。那你娘子生气，你怎么哄她呀？嗨，少爷，您是想追哪家姑娘啊？这个我可有的跟你讲了，追妻36计，嘿，只要听我的话，没有追不到的姑娘。首先，这个姑娘性情怎么样，爱好什么呀？知道了之后才好对症下药。说的跟看病似的，还对症下药，你可真会整词儿啊！你不过娶了一位娘子，怎么听口气经验这么丰富啊？你家娘子知道吗？她就是知道了又如何？男子汉3妻4妾不过寻常，她还得贤惠给我安排好了，这才是咱们男人的面子。哼，她敢不听试试？萧青言对人家夫妻相处并不感兴趣，只想知道如何哄女孩子开心。阿青开心了，他才有脸说自己的计划嘛。但是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与阿青见面，不至于太过突然。萧青言是一个头两个大，比打仗都发愁呢。温竹清逛着街，没忍住打了几个喷嚏。谁在惦记我呢？孩子们都想我了吗？都是好孩子呀。他以为是孩子们想他了，却不知道是孩子们的爹想他了。温竹清发现这里竟然没有卖香皂的。薛不凡不行啊，这么繁华的商业都城，怎么就不拿下呢？回头得跟萧青言说说，在这儿开一个大的香皂作坊，把小小的香皂出口到别的国家。小香皂卖得好，也能够赚大钱的。前世那些个日化品公司，很多都上市了，还做得很稳的。有一个拳头产品就可以吃上10几年的。当然，研发新品也是必须的。古代没有那么大的竞争，他也想把日化做到了极致，做成行业老大，也能够富可敌国。可惜萧青言没来，合作伙伴也不争气。温竹清有一些无奈，男人怎么就都靠不住呢？突然，一个客栈丢出来一个男人，欠我们的房钱不给，还赖着不走，信不信我们打折你腿呀？你的行李就当是房费了，我们吃点亏啊！快滚，别让我们再看到你。温竹清下意识的低头一看，瞬间就无语了，这都能碰上熟人呢？男人爬起来，也没有生气愤怒，眼神里满是死寂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薛不凡！温竹清喊了一声，眼神复杂，怎么混得这么惨呢？薛不凡以为自个儿听错了，转身看到温竹清，揉了揉眼睛，突然就跑过来，抱住她的腿就开始哭起来。温姑娘，真的是你吗？我见到你可太好了，我对不住你啊，生意没做好，还被家里人给出卖，把我的货物全都抢走了，我都不想活了。薛不凡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还用她的裙子擦眼泪。温竹清是强忍着才没一脚踹飞他，又是一个被家里连累的可怜虫。你说说这内斗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儿的优良传统啊？起来说话，像什么样子？我起来。温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梁兄呢？梁兄化成蝴蝶了。温竹清在心里吐槽，带着他回到自己住的客栈，重新开了房间，让他洗漱吃顿饱饭，打理好了自己再来见他。1个时辰之后，薛不凡进来。温姑娘，你是不是知道我有难，特意来找我的？我真的很感动。并不是，不用感动，我是来办事儿的，遇到你也是巧合，没想到你这么没用，
货物都能被人抢走了。薛不凡也不生气，自己倒了一杯茶，喝上一口就开始吐苦水。这次是薛不凡带走的最大一批货，打算来开拓南边的市场，却是被薛家族人收买了属下，把货物给抢走了。护送的人呢，也是死的死，伤的伤。要不是薛不凡有温竹清的符纸，那也是难逃一劫。温竹清很是同情，但也只是一瞬间的，能够让底下人一次次的背叛，也是他能力不足嘛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知道是谁算计的我，我要报仇，夺回咱们的货。就算是货物卖掉了，也得让他们给钱啊！你不知道，这香皂他们卖1两银子一块，还有价无市啊！每天限量100块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抢走你的货，然后自己卖？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，总有卖完的一天啊！他们就不想想后果的吗？我要是猜测不错的话，他们肯定有后招，要不去打听香皂厂子，从我手里夺走生意，要不就是从北方的铺子里买回来。反正这边卖的贵2倍呢，怎么多赚钱？真是黑心啊！谁家这么黑呢？唉，咱们斗不过，是玉家，福州布政使家，不过是玉家二房，布政使的弟弟，他负责打理家族生意，当然也是靠着布政使的关系，谁敢得罪他家呀？玉家，这个姓氏挺冷僻的呀。城里有别的姓玉的大家族没有？没有，就这一家。难不成是小姑娘家？她的叔叔这么阴险，那个布政使能是什么好人？你先休养休养，不着急报仇。我打听一下，这事儿交给我来处理了。好，有你在，我这心里就有底了。对不住，温姑娘，我害你们夫妻承受了这么大的损失，都是我的错。事情发生了，解决了就是了。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的？哎，这张啊是传信符，我新研究的，你拿着，可以跟我说话，更方便些。多谢姑娘，那个爆破符还能给我2张吗？那个好用啊，直接把人给轰飞出去了，不死也得重伤。薛不凡就喜欢他。给你，现在我修为突破了，符纸的威力也增大，你小心着用啊，会死人的。放心，我要是用了，就是不死不休的时候。温竹清让他好好的休息，自己去找岳千帆打听这个玉家的事儿。且说玉清寒回到家，虽然已经放下了那个书生，可还是有一些不甘心，差点就被人给骗了。到底是巧合还是有心算计啊？玉清寒谁都没说，毕竟温竹清的存在，寻常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堂姐又去逛街了，买什么好东西啦？他的堂妹玉清雅过来串门，习惯性的翻看他带回来的匣子。玉清雅看着这些个珍珠，有些嫌弃。哎，怎么没有粉色、紫色的呀？都是黑的、白的。咱家最不缺这些东西了，堂姐又买来做什么？看到了就买回来了，你不用就留着，收起来吧。哎，别，我拿几颗回去点缀鞋面了。装了一把放进自己的荷包。玉清还有心事，没有在意他的小动作。堂姐，看你心情不好，要不要出去散散心啊？明天有个郊游，是城里的读书人举办的诗社，很多小姐们都去看呢。这么多优秀的学子，只看着心情也舒畅啊。提起学子，玉清寒就有一些打怵，都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看着文雅温柔，肚子里竟然那么多的算计，那么的心狠，真是枉为读书人。不去了，没兴趣。玉清雅很是意外，之前不是挺喜欢吟诗作赋、琴棋书画吗？怎么突然就不感兴趣了？堂姐，你就当是陪我去嘛，我自己去多孤单，陪陪我好不好？好吧，你来找我，我陪你去。谢谢堂姐了。温竹清一早起来黑着个脸，薛不凡敲门，下意识的紧张起来。打扰你休息了吗？没有，进来吧。薛不凡进门之后发现多了一个人。梁兄，我可想死你了，真的是你吗？大男人的不要搂搂抱抱的，像什么话？你说说你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都没人知道，真的死在这儿了，我还傻傻的等你呢。我要是死了倒是好了，能给你托梦啊。哎，梁兄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萧青言小心的看了温竹清一眼，尴尬道：这是个意外，意外，咱们说正事儿。萧青言是想破了脑袋，最后还是卖了岳千帆，主动坦白。温竹清生了一夜的气，也拿他没辙。吃早饭的时候说起了玉家，
在这福州，布政使就和土皇帝一样，玉川谷已经连任3届布政使了，即便是京师6部有空缺，他都没有运作，是真的舍不得这个宝地啊。能做土皇帝，谁愿意回京师，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当孙子？不过皇上能容忍他连任吗？福州地方特殊，周围毗邻的小国众多，人员混杂，当地的富商豪强也关系复杂，换一个人来还真的降不住。皇上也没有好的人选，起码玉川谷在任不会出乱子。不是出乱子，肥了地方官，人家当然乐意了。现在问题出来了吧？玉家一手遮天，看中什么就抢，毫无王法，苦的可是百姓和商户。久而久之，迟早会出大乱子的。玉家会不会造反啊？不会，玉家呀，只要钱和权力，没有那么大野心。造反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，得有兵马，有粮草啊。萧青言沉默，粮草是不缺的，兵马也好说，附近那些个小国最不缺的就是人了。还有岛屿上有铁矿，甚至是黄金矿。福州的富庶并不只是海港，还有商户的赋税，隐形的财富是多如牛毛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薛不凡苦着个脸，难不成只能是自认倒霉了？其实也算是好事儿，玉家帮咱们打开了香皂市场，咱只要生产出来，肯定不愁卖，还能卖个高价呢。咱不去找玉二爷，让他来找咱们，这事儿还有的谈。没等他出门，不速之客就找了过来，赫然是夏姨娘。温竹清只当没看到他，继续跟萧青言吃饭，打发薛不凡去找铺子，准备开个香皂店，拿了钱屁颠颠的就走了。萧青言不认识这位夏姨娘。你是何人？盯着我们看什么？有病吧？我找温姑娘的，你是？我是他夫君，你找我娘子什么事？温姑娘，咱们能借一步说话吗？不能，咱们不熟。之前是我态度不好，怠慢了姑娘，这是一点心意，还请姑娘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温竹清打开看了看，10万两的银票呢，夏姨娘还真是有钱，随手递给了萧青言。拿去用吧，零花钱。萧青言说不出是个什么样的心思，花娘子的钱真的是好没面子，可是娘子给的真的是太多了，他这手啊都有了自己的思维，很自然的就给接过来了。夏姨娘也是嘴角抽搐，谁家零花钱这么给啊？真是被他给装到了。温姑娘的夫君啊，长得真是英俊呐，还挺年轻的，小伙子这体格也很好，只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的，难不成是你家娘子主外，你主内？这是说萧青言吃软饭呢，换成任何一个男人都是一种羞辱。不过萧青言都已经习惯了，这软饭可不是谁都能吃得上的。夏姨娘，你这是嫉妒我了吗？我也能理解，毕竟岳老爷年纪大了，又疾病缠身，老夫少妻的，肯定心有余力不足的。夏姨娘，你又是30如狼40如虎的年纪，嫉妒我也是情有可原啊。不过呢，不管男人女人，还是自己有本事才能有好的伴侣，自己没本事，靠着色相和肚子求来的富贵，终究是虚的。夏姨娘是不是特没有安全感啊？夏姨娘，现在有没有后悔当初没找个情投意合的少年郎？现在不仅内宅和睦，还能做正房太太，不用日夜惦记着扶正。唉，活得真是累啊。夏姨娘气得大喘气，正所谓骂人不揭短，这温姑娘什么素质啊，还世外高人呢，说的话这么粗俗没教养，真的是气死她了。有事儿吗？嗨，别发呆了，你不会专门给我送银子的吧？我舅舅不是走了吗？发生了很多怪事儿，现在谁都不敢守灵了，寺庙里的高僧诵经也没用。你不是说你擅长处理这事儿吗？能不能帮忙看看啊？好说，这就去吧。他这么痛快，反而是让夏姨娘愣住了，还以为会刁难他呢。我跟你不对付，但是跟钱没仇的，收了钱我就会办事儿，这是我的原则。我呀是个坤道，不是骗子，不骗你钱。夏姨娘竟然有点小感动，温姑娘人还是挺好的。
好重的阴气啊！你舅舅怎么死的？我也不知道的。表哥说突然就走了，平时身体也还硬朗。温姑娘，你能让我舅舅入土为安吗？看看再说。温竹清很是谨慎，不会大包大揽，总得查清楚原因呢。灵堂里，夏表哥满面愁容。哎呀，父亲啊，你安心走吧，儿子也没有亏待过您啊，是吧？儿子带回来的花魁您看上了，儿子就孝敬给您啊，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您这突然走了，儿子也很伤心，可是阴阳两隔，儿子风风光光给您办了丧事儿，您就安心走吧。您的那些姨娘们呀，儿子会妥善照顾的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！温竹清听得眉心颤抖，这可真是个大孝子。大哥，别说了，温大师来了。哎呦，这么漂亮，你不会坑表哥钱的吧？温竹清都无语了，一家的都是奇葩呀。你别满嘴乱讲，他是我们老爷的座上宾，我能在这种事情上坑你吗？你不坑我银子，我都谢天谢地了。我这表哥呀，不着调习惯了，人是不坏的。温大师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说话间，长明灯忽闪了一下，棺材也传来咚的一声。又来了！哎呦，爹啊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温竹清上前抚摸了一下棺材，棺材震动得更加厉害了。和尚诵经的声音也更加的急促，像是在与棺材抗争。可惜和尚法力不够，温竹清狠狠一拍棺材，上百斤重的棺材盖子被他一手就给推开了。温竹清打量了一下棺材，目光落在夏老爷身边的陪葬品上，其中一把华丽至极的匕首，在温竹清的眼里布满了阴煞之气。抬手把匕首给抓起来，在他手里面剧烈的颤抖着，这匕首就跟成精了似的。一张镇压符纸拍上去，匕首这才老实下来。温竹清又用去阴符把棺材里面给清理了一遍，众人这才感觉身体暖和了一些。好了吗？怎么说呢，算是好了吧。不过夏老爷有遗言，你得听一听。啊？怎么听？温竹清一挥手，给夏表哥开了天眼，夏表哥直接就跪了。爹呀，您可吓死您儿子了！儿子要是跟您走了，咱们夏家可就完了。您夏家保佑咱们夏家子孙长命百岁，财源滚滚，行不行？你就见见你自己，不想想你爹下去孤单寂寞啊！还想要老子的姨娘们，也不怕肾虚，都让他们给老子守灵，死了埋在老子旁边。老子的女人必须伺候老子一辈子，死了也是老子的人。温竹清最看不惯这样自私的男人了。你闭嘴！你这是自私，人家只是姨娘，又不是原配，为你守什么呀？你死都死了，还祸害活人，早知道就该让你魂飞魄散好了。别人打不着鬼，温竹清可是一打一个准。要不是跟夏老爷无冤无仇，他都能拿柳枝出来把他给打死。哎呀，大师骂的对，我就是那么一说。你说，我怎么就死了呢？我还想活着，多舍不得我的那些姨娘们呢。给你一盏茶，不想说遗言就滚下地府吧。不，我说，我书房里藏着我的私房钱，死了也用不着，你拿走吧。多给老子烧纸，多做纸人，要漂亮的女纸人。老子到底下不得有人伺候着。絮絮叨叨一堆，夏表哥都给听得麻木了。不过能够得一笔意外之财，也是很高兴的。老爹要什么都满足了，反正这纸人纸钱什么的也花不了多少。这把匕首你从哪儿得来的？这可不是个好物件，你的死啊，跟这个东西有关。我身上也没有伤口，不是被匕首杀死的呀。匕首吸收的阴煞气，常人承受不住。准确来说，你是被他身上的气息给影响，身体变差，慢慢耗死的。这个过程大概要1个月左右。
可不是嘛，这个匕首是我买的，在古玩街买的，还以为捡漏了，哎呀，没想到害死我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去吧。不等夏老爷求情，把他给摁下去。晚上会有地府的人过来带他走，这就不需要温竹清操心了。棺材盖子重新合上，夏表哥如释重负，走了就好啊，他不走，自个儿都得走了。收拾好了，告辞，你们留步，不要送。两人刚要离开，又被人给拦住了。阿弥陀佛，敢问女施主怎么称呼？贫僧法镜，女施主师从何人？贫僧想跟施主结个善缘，还请女施主不吝赐教。温竹清蹙眉，这和尚看着慈眉善目的，说话也没毛病，可他就是不喜欢。不好意思，佛道不是一家，我跟你们也没什么善缘，咱们道不同，没必要赐教。女施主既然这么讲，那贫僧也不客气了。不过女施主也是坏了规矩，这是我们法华寺的主簿，女施主来插一手，好像不合适吧？你们要是处理好了，也没我什么事儿。可是你们本事不够，现在我收拾好了，把问题解决，你拦着我想抢功，还是不服想切磋一下，我都奉陪。说说吧，到底想怎么样？姑娘这么说也是不对的，夏老爷我们也能超度，不过需要一些时间。你来这么一下子，以后对我们寺庙的名声可是不好了。而且我已经请了外援，很快就能过来。温姑娘横插一杠子，可是在藐视我们佛门。你要这么说，我还真就挑衅了。你的外援要是不服，随时来找我，我奉陪到底。要是输了，我给你们寺庙3步9叩，跪着上山赔礼道歉。可你们要是输了呀，我也不要你们赔礼道歉，上你们家库房挑选一件法宝，如何？温竹清就是这么自信，他底牌多，不信法华寺的和尚能打得过他。哼，好，那就依你所言，贫僧会请见证人，还望姑娘不要畏缩怯战。说的不会是你们自己吧？7天之后，我亲自上门讨教。恭候大驾。剩下的事情就得是做白事的来安排。和尚们继续念经，做完了这场法事。温竹清也不管他怎么想，时辰还早，继续逛街，就去那个古玩街逛逛。萧庆言却是遇到了熟人，是陈广孝。陈兄，今日没有当差吗？陈广孝打量温竹清2眼。这位是我娘子阿青，这位是陈总督陈大人，我的至交好友。陈大人好，你陪你朋友吧，我自己可以的，不用你陪着，去吧。阿青，温竹清摆了摆手，已经消失在人群里了，对萧庆言的朋友圈子并不感兴趣。他从陈广孝的眼里看到了一丝不满，肯定是觉得他配不上萧庆言，毕竟人家可是王府后人，哪怕现在落了难，也不是他一个村姑能够配得上的。果然，陈广孝道：萧兄啊，你怎么能娶亲了呢？长得倒是漂亮，可是没有根底，能帮你什么呀？若是做个妾还好一些，正妻确实不合适。陈兄，这是我的家务事，我自有主张，以后我不想听到你这么说。我现在有什么？丧家之犬而已，也就是这里天高皇帝远的，我才敢找陈兄。陈兄也不怕被我连累。阿青什么都知道，你别乱讲话，他不是一般人，你别招惹他。他竟然知道？哎，萧兄，你，哎呀，算我没说，你也不是迷恋美色之人呢，怎么就被他迷惑了？抄家灭族的大事儿，温竹清一个女人能守得住秘密吗？而萧庆言所说的不是一般人，他还真没看出来。不过陈广孝知道萧庆言的脾气，没有继续再说这个话题。说起香皂厂的事情，还有玉家，萧庆言跟他去茶楼详谈。温竹清这边还没到古玩街呢，就收到了玉清寒的传讯。文姐姐，你能听到吗？我觉得我浑身都不舒服，你救救我。温竹清都没回话，直接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，按照符纸的定位，不过盏茶的功夫就到了。此时的玉清寒确实很是不好，浑身发烫，眼神迷离，躺在一间豪华房间里，不断扯着自己的衣服，
这儿中了药了。文姐姐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脚步声，是好几个人，脚步沉重，不似女子。玉清寒被吓得都不敢哭了，眼底满是惊恐。这时候进来找他，那肯定不是好事。别怕，没事的。温竹清闪身出去，竟然是几个粗野汉子，像是码头上扛包的苦力。突然看到漂亮的小姑娘，邪笑还没露出来呢，就被温竹清给打晕了。重新回到内室，咱们先离开这儿，我帮你解了毒再说。奸夫已经进来了，过一会儿就该是抓奸的现场。玉清寒这辈子可就彻底的毁了。谁这么狠毒算计一个小姑娘？翻窗出来，隔壁还有厢房，没有人，那就在这儿解毒吧。放了一桶冰水，把它给泡进去。没有这方面的解药，温竹清只能够用穴位排毒，效果慢一点，不过在他灵气的疏导之下也不算多难。玉清寒很快就找回了理智，身体里那股子难耐的情绪渐渐消失了。谢谢你，温姐姐。别急着谢我，谁害的你？我喝了一杯酒，感觉有点晕，就在这儿休息，却觉得身体不对劲儿。我也没敢找别人，想起姐姐的话，就找姐姐了。算你聪明，你找谁都难救你。